我现在到乔家大院了啊，在家休息了1个月，越休息越懒，都不想出来旅游了。还是家里面舒服啊，但是还是要走出舒适区，该出来工作了啊。这次打算先在山西玩一下啊，第一站选择这个乔家大院去看一看。买票进来了啊，现在门票是115一个人，因为我有那个山西文旅年卡呢，所以是免费进来的。太划算了！前面这里就是乔家大院了啊，看人家这个院墙，哎呀，高墙大院呀，有钱人家盖的这墙都很高的。很多人只是在电视上看过这个大院是吧？真实的长什么样子，大家都没有见过。今天我带大家进去转一转，也了解一下这个乔家，他是怎么样从一个卖豆腐的起家，最后发展成这个经商大户啊。这是大门口有一个照壁，正中间是一个巨大的福字，大门就在这个福的后面呢。好，他们家这个院墙啊，有将近10米高呢，就像一个城堡一样。乔家大院4A 级景点啊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这个在中堂就是乔致庸当时的宅院啊，进去看一下。这里有一句俗语叫做“皇家看故宫，民宅看这个乔家”。哎呀，这个门洞啊，进深3米，非常的气派。哇，看这里啊，是不是非常熟悉？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吧？那个拍的那个电影啊，就在这里取景的。在这条通道的两边啊，有6个院子呢，300多间房屋。每一个院子、每个房屋你都看一遍，都需要很久的。这个占地1万多平方米，非常的巨大。这里面就像一个迷宫似的。然后中间这条通道呀，还有一个防火的作用呢。万一这边或这边的院子着火，中间这里就可以把火隔开。这里面的院子也太多了，在这里迷路是很正常的事情啊。随便找个院子看吧。这个门槛非常高，要迈过这个门槛。这个院子看着熟悉吧？这上面全是灯笼，很多电影在这里拍摄过啊。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张艺谋的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了嘛。院子正中间有一口这个缸，这个是防火用的啊，万一着火了，可以从这里取水去灭火。乔家大院有3宝啊，来这里旅游一定要看一看，每一件都价值连城啊。这里面就有第一个宝贝，就是正对面这个叫做犀牛望月镜。这个宝贝的上面是一面镜子，代表月亮，中间是祥云，下面是一只犀牛。它整个是由铁梨木雕刻而成的，跟铁的重量差不多，有将近1吨的重量呢。这个镜子有什么含义呢？据说这个犀牛它是天上的神仙，因为犯了错误了，被贬入凡间。但是他还是特别向往天庭，每当月圆之夜呢，他就回首望月，想回到天庭啊。然后看一下第2件宝贝啊，就是这个球。据说它是最早的监视系统啊，就是以前东家和掌柜在这个房间里商量事情的时候啊，就可以看到四周围的情况，就是防止别人偷听的。这个球反射出来的人物只会变小，但它不会变形。再去看一个院子啊，乔家的第3个宝贝就在这个院子里呢。看他这个门口的牌匾啊，就是他们家的经商之道，就是写的学吃亏，吃小亏不吃大亏，吃明亏不吃暗亏啊。所以古人有一句话叫做吃亏是福。好，这个房间里面去看一下那个第3个宝贝。哇，就是这个9龙宫灯，一共有2个啊，这边一个，这边一个，后面是慈禧太后。当时慈禧太后被八国联军追啊，然后他就跑到路过祁县这里嘛，然后乔致庸就接待他了，给他上了8碟8碗。祁县的8碟8碗啊，8碗是热菜，8碟是凉菜。你看招待慈禧的是什么凉菜呢？
这是粉丝，这是香肠，这是肉、鸡蛋、面皮，还有黄瓜丝儿之类的。看看热菜有什么？扣肉，丸子，这应该也是红烧肉吧？这个是那个八宝粥，这也是一个肉，好像是过油肉。反正8个热菜，8个凉菜啊。然后还给慈禧捐了30万两白银，所以慈禧回去以后，就是赏赐给乔致庸这2个灯，9龙灯。这个灯上面有4条龙，下面有5条龙，一共是9条龙。而且这个龙啊，它是可以折叠的。全国啊就这2个灯，再没有别的和它一样的了。是慈禧特意赏赐给乔致庸的啊。而且这个灯是可以调节亮度的啊。我们看灯的最中央有那个小镜子，把镜子对准外面的蜡烛，它就会反射蜡烛的光，使整个房间更加明亮。反之，把镜子不要对准这个蜡烛，那么它就会暗一点。所以这是最早的带调节的灯光。我现在到乔家大院了啊。接上个视频，咱们继续游览乔家大院。再到另一个院子去看一下，这个院子也是门槛非常的高，有权有势人家的门槛都非常高，代表着他们家不好进啊。看这里也是非常的眼熟啊，这个场景很多电影也在这里取过景，也是这种红灯笼。在旁边的第5个最前面啊，就是乔致庸的书房、客厅还有卧室，这里也是游客最多的。只能在这个门口看一看，里面被拦住了，就在门口看一下里面吧。汇通天下呀，乔致庸是做票号的啊，就是最早的银行，他活了89岁。乔致庸住在正中间的这个正房，这2边呀是他的这个女儿住的，那个是小儿子住的，这个是另一个儿子住的，这个是他儿子的书房。这么的布局的啊，然后他们家吃饭呀，是男的和女的分开吃的，女的餐厅在这边，男的餐厅在那边。而且他们家呀规定7岁以上的这个男孩就必须和长辈在同一个桌子上一起吃饭啊。看这里有2张桌子，就是要从小教育他们，让这些小孩耳濡目染啊，因为他们吃饭的时候会商谈一些工作上的事嘛。就是要从小耳濡目染，教育后代。哎呀，想一想我们小时候吃饭时候都不让上桌啊，人家这个是规定必须和长辈在一块吃饭。果然有钱人家这个教育方法也不一样啊。这个院子是家塾，就是他们家小孩读书的地方啊。这边有家规呢，看看乔家的家规。看这个是乔致庸写的啊。求名求利莫求人，须求己。惜衣惜食，非惜财，原惜福。你看，求人不如求己啊，求别人是最难的这个事情啊。然后再到对面那个房间里看一下，这个是家训室，看看他们家的家训。乔氏家规：不准纳妾，不准赌博，不准嫖娼，不准吸毒。不准虐仆，不准酗酒。这总结一句话就是吃喝嫖赌抽啊。大家觉得这个家规最难做到的是哪一条呀？很难做到吧，这几条，尤其是对于有钱人来说。都说富不过3代啊，乔家呢却兴旺了200多年。究其原因呢，这个就是很重要，俭养德。不光要有钱呀，还要有德行，还要养成这个勤俭节约的习惯，这样才能延续100年。这里有一个马车，据刚才导游介绍啊，说是这是古代的劳斯莱斯啊，很贵的这个车，因为它的车轱辘还有那个轴是用小叶紫檀木做成的啊，1克紫檀1克黄金，所以这个车很贵的，一个轮子都能换现在的一个宝马7系啊。但是它这个车呢比较小，你看特别的窄，
人坐在里面呢是盘腿坐的啊，并不舒服。但你说乔家这么有钱，为什么坐这么小的马车？因为当时是士农工商嘛，这个商人的地位比较低啊，就不让他坐的特别的宽大，就是做生意的商人只能坐这个窄的马车。即使像他家这么有钱，也只能坐这么窄的车。去哪来？这边是乔家的厨房。普通人家呢，厨房也就5、6个平方吧。哇，他们家这个厨房都上百平米呢，各种家具一应俱全。最有特点的是他们家这个灶台啊，你看在里面炒菜，然后在外面生火呢。你看在这个地方生火，这个设计挺不错的吧？因为生火嘛，会产生很多烟，在屋里的话乌烟瘴气的啊，然后抱一些柴火的话，进屋也不太方便，所以把它设计在外面。他们家这厨房那里有一个地窖的啊，厨房有多大，那个地窖就有多大。地窖主要储存粮食啊、蔬菜的嘛。然后这个墙上还有壁柜，这边还有供奉灶王爷的这个地方。现在不开灶了，里头就没有灶王爷了。这是乔家大院的后花园，荷花盛开啊！正有人在那儿拉二胡呢，哇，能感觉出来人家这个气派吧？这是后院的假山，还有瀑布。乔家这么有钱，大家知道他们把钱藏在哪里吗？那些金啊、银啊，都藏在地窖里面啊，就在这个假山下面呢。带大家看一下，看这个假山的后面，这个地方有一个门啊，非常的不显眼啊。从这里进去啊，有一个地窖，这下面有一个很大的库啊，把金银财宝都藏在里面。里面据说还有一个关公守门的呢。哇，藏在这个假山这里啊，不显山不漏水，这也是一个障眼法吧？你从外面看，这是一个假山，其实呢，人家是一个藏金的洞，太高明了啊！乔家究竟有多少钱？据说在鼎盛时期啊，他们家的钱是国库收入的1/7那么多呢。哇，那么多的钱都埋在这个地下呢。这里不知道有没有一个藏宝图呢？这钱后来也不知道被谁拿走了啊。乔家大院参观完了，就一个感受啊，就是有钱。他们家这么多钱是怎么来的啊？先是卖豆腐起家，挣了钱呢，就开始卖丝绸、卖茶叶，最后开商号，又开票号，慢慢积累起来这么大的家业啊。这个人一旦挣了钱，第一件事是干什么？就是盖房子，跟我们现在一样啊，挣了钱先买上几套房子，这就是不动产嘛，先盖豪宅。乔致庸就是啊，你看盖了这么多的豪宅，但是他还做了比别人做不到的，就是做这个票号汇通天下嘛，就相当于现在的银行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山西榆次，今天要到这个长家庄园去看一看。我们山西这个晋商大院非常多，一家比一家豪华气派啊。昨天去的那个著名的乔家大院，今天到这个长家大院去看看啊。这个地方比乔家大院还要大16倍呢啊！哇塞，现在我就走到这个门口了，你看这还有护城河呢，一个大院还修的护城河。然后这个地方门票是80块钱啊。你看看人家这个城楼修的，哎呀，多气派呀！这哪像是一个民宅呀，简直是一个宫殿啊！就是像这样的门楼，他们家有8个呢啊。然后这个城墙围起来都有3公里。如果说乔家大院是一个院的话，他们家就是一条街，这整条街都是他们家的。这个是他们家的宗祠，宗祠门口啊立了2根旗杆，一边一个。这个旗杆可不是随便立的啊，只有考取功名才可以立呢。考中举人可以立单根，只有考中进士啊才可以立2根旗杆。他们家在历史上出过10个举人呢，也出过进士，
所以这个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。然后在这个前面啊有一个照壁，这也是大有来头的啊。你看照壁上中间刻了这么多字啊，大家有没有人认识的呢？这全都是同一个字，就是寿字，有240个啊。中国以这个60年为一甲子嘛，240个就是4个甲子，就是意味着他们家4世同堂啊，就是多子多福、人丁兴旺的这个意思。带大家去看一下常家藏银子的地方啊，他们家这么有钱，可得把银子藏好呢，不能让别人偷走啊。而且藏银子的地方呢是一个秘密，也不能让别人发现。你看，就在这个房间里呢，这里有地窖，这是地窖的入口。这个地窖这个两边啊，它有那个砖留下的那个凹坑，踩的那个坑就可以下到地窖里面去。这下面就是银窖。一共呢，房间里有2个入口啊。他们家到底有多少钱呢？鼎盛时期有那个晚清政府啊，1年收入的1/3那么多呢。哇，大家就可想而知啊，他们家多有钱。这个地方是展示常家怎么样挣到这么多的钱的啊。你看有这个骆驼的驼队，他们之前呢是做那个布匹生意的，在张家口那一带。然后呢，又开始做茶叶生意，往蒙古呀、俄罗斯那边去做国际贸易的啊。他们每次出去呢，都有1万匹骆驼呢，每次一走啊，就是好几年的时间，就这样慢慢的积累了万贯家财啊。但是古时候是用银子的嘛，他们挣了银子呀，有一个难题又出现了，就是这些银子怎么样运回山西来呢？这个路上有很多的劫匪、马匪啊。然后他们想到一个很巧妙的办法，就是把挣到的银子都融化成这种大的冬瓜，再给冬瓜的外面抹上一层桐油，这样即使劫匪把它抢走了呢，也不好运输，因为这么大的冬瓜需要专门的工具去运输才可以的啊。所以这个大冬瓜呢，也叫做没奈何，就是你劫匪即使抢走了，你也无可奈何，你运不走。哎呀，我觉得这山西商人太聪明了啊，居然能想到这种办法，而且在冬瓜上面都打着他们每个票号的这个标记呢，到时候报了官府啊什么的也好找。这个院子就是常家小孩读书的地方啊，就是学堂。别人家的小孩呢都是要去那个学校里上学的，他们家呢直接把学校搬到家里面来了啊，然后请最好的老师来这里教书。常家为什么能够经历100年经久不衰呢？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家注重这个小孩的教育啊。像这样的学堂，他们家一共有17个呢，所以他们家能出那么多的举人和进士，跟重视教育是有关系的啊。这面墙上是他们家的家训，每一个犯错的小孩呢，都会被带到这里来面壁思过，对着墙上的字一遍一遍的读啊。我们看写的什么？凡语必忠信，凡行必笃敬，饮食必圣洁，字书必楷正。正是因为有这么严格的家训啊，才能让他们家呢延续100年，经久不衰啊。这个就是常家主人居住的地方了啊，它里面布置非常讲究啊。正对面太师椅，上面长条桌上放着8个瓶子，代表着4平8稳啊。然后看看这边呢，这个桌子上放着一个温酒壶，这是从俄罗斯带回来的啊，就是给这个烫酒用的。后面呢放着一个镜子，左右各一个，这就是代表希望他们家呢能够平静的度过日子啊。然后这个房间里最值钱的就是中间这个桌子了，这是海南黄花梨的。有一种说法，1两黄花梨能换1两黄金的。这个黄花梨只能顺时针转啊，顺风顺水的意思。然后这个房间里面特别凉快，因为它这个墙壁啊非常的厚，有90公分呢。你看一下，特别的厚这个墙，而且墙上啊是有壁灯的。再看一下主人的卧室吧，没想到这个卧室比较小啊，
但是它能聚气。卧室前面有2个镜子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就是躺在床上啊，就可以通过这2面镜子观察到有没有人过来了，算是一个监视器的作用啊。像他们这种有钱人呢，就特别忌讳，就是让人偷听啊，或者是怕别人知道他们的财富秘密啊，所以这个镜子就是监视器。这个院子就是常家的绣楼了，就是大小姐住的地方啊。大小姐住在2楼，丫鬟仆人住在1楼。古时候啊，这个大小姐13岁就上这个绣楼，14岁蓄发，15岁就待嫁，16岁呢就要抱个金娃娃了。以前大小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啊，直到她出嫁了，她才能下这个绣楼。平时都在这个楼上。在绣楼的旁边啊，有常家最重要的一个藏宝图呢。哇，是不是特别好奇？看，就在这面墙上呢啊，刻的这么多的图案和文字。这也不是文字啊，因为没有一个字认识的，这应该是符号和各种图案。据说能破解这个藏宝图秘密的人，就能得到常家的金银财宝啊。但是至今都没有人破解。这个藏宝图只能期待有缘人来破解了。但是我觉得啊，他是往那个银票那个票号上面做的那个防伪的符号，因为他们做票号的，你存了银子，他们会给你一些字据什么的，往那个字据上面写上这些符号，就是防伪的。这边这些票号每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符号呢，有的用那个唐诗，有的用宋词，有的用这种自创的文字啊，每一家的这个防伪都不一样。大家快看，这里就是常家庄园的后花园了啊！它既有南方园林的秀气，又兼具北方园林的大气啊，简直就是一个缩小版的颐和园。然后看那里有一个观景的楼啊，站在那个楼上，既可以俯瞰前面的常家庄园，又可以看后面的万亩良田。在山西能够拥有这么大一片私家园林，那简直是太罕见了。而且这个园林也是它一个特色啊。我们看，相比起来，什么马家大院、乔家大院、王家大院、李家大院，他们的为什么都叫大院呢？而这个叫做庄园。庄园嘛，它这个就是花园建得更好啊。我现在到山西太谷了，今天去参观这个孔祥熙故居。4大家族里面讲述孔臣，孔指的就是孔祥熙，而且孔祥熙还是孔子的第75代那个孙子啊，他也是民国政府的财政部长、财神爷。他的老家在这个山西太谷呢，就是这里。这个院子是孔祥熙在1930年的时候买过来的，因为蒋介石要来这里住，所以他对这里进行了重新装修。现在就走进去参观一下啊，这里的门票现在是60块钱，有点小贵。现在是走到他的这个2进院了，左右两边是管家住的地方啊。孔祥熙呢是民国时期的山西首富啊，特意开车来这里看一看首富的家是什么样的啊，比较好奇。从这个外表看啊，这里和山西其他的大院好像没有什么区别，但是它的里面啊装修更豪华。我们抬头看这几根房梁的柱子，这柱子上金光灿灿，这就是贴的黄金啊！哇塞，真是太奢侈了。把黄金贴在这个房梁的柱子上啊，真是让人难以想象。好像我印象中只有和珅的家才是这样贴黄金的柱子啊，山西其他大院见不到这样的，可见他们家太奢侈了。这个是第3进院子，也是内院，正对面就是孔祥熙住的地方啊，左右两边呢是孔大小姐和孔二小姐住的地方。他们是住在2楼啊，那个仆人啊、管家呀住在1楼。孔二小姐很多人应该很熟悉吧，她经常啊这个女扮男装，是男孩子的性格，一生都未嫁呀，也没有孩子。我们看一下孔祥熙的房间，这个2楼的窗户都做成一个铜钱的形状了，外圆
内方，很有特点吧？跟和珅一样啊，非常的爱钱。然后他这个门上贴着他的照片呢啊，戴着一副眼镜，看起来好像还挺儒雅啊。早年呢，他是在美国的耶鲁大学留学的，所以他的英文说得很好，而且他对西方的那个环境也比较熟悉啊。大家看正对面这个床呢，就是他们家的宝中之宝了，叫做龙床。这是当年蒋介石来他们家访问时候专门给蒋介石做的啊。这上面一共雕了有599条龙呢，象征着95之尊。这张床呢，上中下3部分啊，最上面呢是放书信的，中间是睡人的，下面是放火盆的，冬天烤火用的啊，所以在这张床上冬暖夏凉。但是老蒋来他家访问的时候啊，并没有睡这张床，据说是不敢睡啊。大家知道为什么吗？这个床真的是他们家的宝中之宝啊。2楼就是孔祥熙他们住的地方了，这就是他们自己睡的那张床。然后从这里呢看一下这个窗户啊，这个铜钱的样子，内方外圆，哇，从这里看出去，这个视野也是非常好啊，把他们家的院子里的情况尽收眼底。再去看一下孔大小姐和孔二小姐的房间，在这个旁边有一个通道相连的。这么设计啊，就是说让他们每次出去进来都要路过这个孔祥熙的房间，就是起一个监视的作用吧，就是必须经过父母的房间才能出入的啊。好，这里就是2楼的走廊相连的，直接进去看吧。这个是孔二小姐的房间。孔二小姐她是男孩性格嘛，然后经常平时抽烟喝酒烫头啊，什么坏事她都会干。据说他喜欢每天开着吉普车到处闲逛，到处惹是生非啊，因为别人谁也惹不起他。他的靠山是最硬的啊，你想嘛，宋美龄是他小姨，老蒋是他姨父啊，这个靠山就养成了他飞扬跋扈的性格。从卧室出来，穿过这个小门，就到了他们家的后花园了啊。花园不怎么大，这边呢，这个叫坊。这是他们平时作画的地方，然后对面这个呢是唱戏的地方，这边还有一个楼呢是弹琴的地方，所以这个后花园啊就是休闲娱乐的地方嘛。这后花园其实没有多大啊，一眼就全都看到了。这个院子啊就是下人居住的地方，还有厨房。我们看这边的房间啊就比较矮，和他们自己家人住的那个房子，你看形成鲜明的对比。主人住的那个房子啊，又高又壮观，下人仆役住的这地方房子就比较矮。然后这里面也是厨房啊，对面那个房间就是吃饭的地方。然后我们看孔祥熙的那个房间的窗户，正好可以看到这个厨房这边。他如果平时想吃什么饭呢，直接推开窗户，跟这边人一说，哎呀，给我炒个过油肉，给我做碗面，是吧？特别方便。然后再穿过这边呢，这个院子就是蒋介石夫妇来的时候住的地方了啊。蒋介石他们呢，在1934年的时候来孔祥熙他们家住过，就住在正对面这间房间里面啊。这个院子里面的树还比较多一点，环境更好。他们住在旁边那个房间里面啊，这里呢是客厅。你看，这里是孔祥熙和蒋介石夫妇的合影的照片。孔祥熙戴了那个圆的那个帽子啊，进来看一看吧。哇，现在这里还做了一组蜡像啊！你看，蒋介石夫妇，这个戴眼镜的孔祥熙，后面是一个美国人，这边呢是北方的一个书画名家。他们来的时候请这个书画名家来作画啊，然后孔祥熙来作陪。大家知道孔祥熙和蒋介石的关系吗？蒋介石娶了宋氏三姐妹的老大宋霭龄，蒋介石娶了老三宋美龄，所以孔祥熙是蒋介石的姐夫啊。
蒋宋孔陈四大家族，为什么这里面也有孔呢？因为就是有这层关系呢，他是他姐夫，而且，孔二小姐呢，特别受这个宋美龄的喜欢，宋美龄经常就把她带在身边啊。宋美龄的晚年呢，也是孔二小姐陪伴在她身前的，所以他们关系都非常好啊。然后转到这边看一下，蒋介石他们来了以后住在哪里啊？就住这个小房间，非常的小啊，就客厅旁边连着的一个这个小房间。你看，就是这个床，现在算是实物还原了吧？大家看这里还有一个小门呢，这个其实是一个密道啊。当时这里呢放着一组屏风，把这个密道就挡住了。蒋介石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房间呢？就是因为有这个密道的存在啊，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，打开这个密道就通到大街上去了。所以虽然这个房间看起来不起眼，但是蒋介石还是选择住在这个房间里面啊。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，当时蒋介石来山西的时候，正好是冬天，这边天气特别冷。孔祥熙为了欢迎他们啊，就把这个客厅的房间都挖空了，特意安装了水暖，所以房间里是比较暖和的。他们家有2个花园啊，刚才看的是东花园，现在看一下西花园。西花园的正中间是一个池塘，中间有个亭子啊，这个是陶然亭，在这里仿建北京的那个陶然亭也盖了一个亭子。孔二小姐在这儿住的时候啊，经常在这里面喂鱼。大家知道吗？邓小平也来过这里啊，参观过这里，还在这个陶然亭这里散过步啊。最后我们再看一下老蒋来这里访问的时候吃饭的地方啊，它就位于西花园和这个主厅之间的这个房间里面，进去看一看。正对面就是刚才那个厨房嘛，那一排房子，从那里做好饭可以很方便的就端到这边的餐厅了。当时就在这个房间里吃的饭啊，里面很小，坐不了多少人啊，所以这算是一个家宴嘛，就人家本来就是一家人。这边是休息室，喝茶呀，聊天的地方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山西的平遥古城，今天逛一下马家大院啊。这个大院可不简单，它是平遥古城的首富啊，首富他们家那个著名的乔家大院，大家知道吧？这个呢是乔家大院的老丈人家呀，据说他们家的银子啊多的拉都拉不完，填都填不满啊。这是为啥呢？因为他们家有一个巨大的地下金库。今天就带大家进去看一看啊。这个就是大门口了。马老爷呢，他们家是中医世家，后来他还考中过举人呢，非常有才啊。这里检票进去。这个就是马家大院的主人马中选啊，特别聪明，科举考试还中过举人呢。之前呢，他也是在别的票号里面打工的啊。慢慢的呢，做到2总管、大总管，厉害吧？他一生呢娶了3个老婆呢啊，这个是他们生活的地方。然后这边有一个麻将室啊，你看没事的时候呢，这3个老婆就会陪这个老夫人一起打麻将，4个人正好凑了一桌，这就是麻将室了。这个是他们家的书房，这里面还留有一件宝贝呢啊。就是这个玉雕大衣柜，这个柜子本身是红木做的，然后外面呢镶嵌了很多玉石、大理石，而且拼成了各种吉祥图案啊，有这个花瓶呀、佛手啊、如意钩啊、仙鹤呀，非常珍贵啊，在全国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罕见啊。现在到前面那个院子看一下马老爷居住的地方啊，哇，看这里有个马字啊。又是字又是图案，活灵活现啊，就像是一匹马跑过来一样。好，这个就是他们住的地方了啊。马老爷和他妈住在正房啊，一人一边。这边是马老爷的大太太住的地方，这是丫鬟住的。
然后这边是吃饭的餐厅，这边有个花儿房，这是他们家的女孩出嫁的时候就要到这个房间里面等的。第一天先住到这个里面，第二天才从这里出嫁的啊。然后他老婆为什么和他不住到一起呢？要分开住呢？因为马老爷他妈还活着呢，他妈住在那个正房里面，只有等他妈去世了，这个他的大太太才能搬进去和他住啊。这个就是什么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啊。这就是古代的这个尊卑地位啊，封建礼仪嘛。大太太的房间，她还有二太太和三太太啊，住在另外一个院子里面。看看她住的地方吧。她住这间房其实也不是很大啊，她这房是坐南朝北的。这个窗户是朝北的啊，就是太阳光照不进来。所以这房间里我感觉是有点阴冷潮湿啊。然后平遥这边呢，冬天是住炕的啊，然后下面要烧柴火呢，冬天这个炕会比较暖和。对面呢就是老夫人住的地方，她和她妈呢一人住一边，晚上她母亲有什么紧急情况呢，她都能过来帮忙，还是挺孝顺的吧。现在看一下二太太住的房间。二太太因为是包办婚姻，婆媳关系不和，所以住的位置比较偏，受到冷落了。但是二太太生的女儿嫁的比较好啊，嫁给了那个乔家大院的乔致庸。可以想象一下，乔致庸在过年过节来老丈人家拜年的时候，肯定会来这个地方啊。最后我们再看看这个三太太房吧。他娶了3个老婆嘛，他最喜欢这个老三啊，出去谈生意啊、做事情啊，都把这个三太太带在身边。房间里比较暗，因为他也是坐南朝北的，见不到太阳光的。然后这里有一个镇院之宝，这是九龙柜啊，这是紫檀木做成的柜子。你看上面雕的99条龙，活灵活现的啊，这个是木雕。但不知道为什么民间应该不能雕这种龙的柜子吧？这里面就是三太太的卧室了，简单看一看就行。这个是厨房，在这大户人家当厨师也不好干的啊！你需要24小时待命，还需要知道这些主人的喜欢吃什么，不喜欢吃什么，都得记住。那个马老爷什么时候想吃饭，都来这里吩咐一声，就得给人家做好啊！哇，大家知道那个工具是干嘛的吗？那个是压面的啊，只有山西这边好像才有这个工具呢。这个压的面还挺好吃的，我喜欢吃这种面。这边是下人吃饭的地方啊，他们家的仆人啊，这些杂工是不能和主人坐一起吃的啊。这里就是他们下人吃饭的地方。这里就是地库的入口了，朋友们，看看这个平遥首富，他把银子都放在什么地方啊？这个入口呢，平时是隐藏起来呀，不容易被发现，摆着一个拐角的地方呢。从这里就可以下去，有台阶的啊。它这个台阶啊，你看是一个高一个低，这样错开的啊。现在我就走下去看一看吧。哎呀，这里面还挺黑的。据说他们家的银子呀，拉都拉不完，填都填不满啊！哇，这就是进来地库里面了。这两边的通道里面，大家看，全都是银子啊，摆满了银子，还是保留了当时的那个样子啊。这里面也全都是银子，怪不得那么有钱呢啊！继续往前走。哎呀，看看这两边，各种银子啊，这边是金子。哎呀，这个大元宝，大元宝。平遥古城里这些有钱的票号里面，他们基本上都有自己的金库呢。哇，你看这边还有一个出去的出口啊，这有2个口呢，等于是。然后看这边是一个大的仓库，哇塞，这里也是摆满了各种银子。对面啊有一个18罗汉呢，全都是用黄金做成的啊。
然后大家再往这下面看，那里还有一个洞呢。那下面呀，就不知道通向哪里了。据说是更大的一个藏宝的地库。如果是这一层放不下的话，就会放到那个下面的地库里啊。哎呀，好，现在从这个出口出去吧。这台阶也是这样错落有致的。这出来又通向哪里了？看一看，又是另一个出口。大家看，这里还有个圣旨呢，皇恩浩荡，皇帝诏曰，赏赐5000万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当时八国联军侵华嘛，慈禧太后他们就跑了。路过马家大院的时候，马家呢捐赠了5000万两白银啊。等慈禧太后回了北京以后，他就不还银子了，他还了一个圣旨。你看圣旨上说还你赏赐你5000万两。你看这5000万是哪5000万啊？千万要快乐，千万要健康，千万要平安，千万要惜福，千万要知足。这就是5000万两啊，就是这么还钱的。马家不仅开票号，他们还有自己的镖局呢啊！你看，这是他们的镖车，但是他们家这个镖局啊，只接自己家的镖车，别人家的不接，就跟现在的那个京东快递很像啊，只送自己家的货。如果是遇到大路的话，就用这个大的车来拉；如果是乡间的小路，就用这个独轮车来装镖。你看这个镖字啊，一个金一个票，金嘛就是用这些武器来保护票号啊，所以这个镖的含义非常的明显。马家这楼顶上还有一个观景台呢，站在这个亭子里啊，就可以俯瞰到平遥古城的景色了，全都是这种灰墙灰瓦的房子啊。然后看一下这边的这个房子风格呢，是这种的，跟北京四合院有啥区别呀？四合院呢就是比较宽一点，平遥这边呢是这种窄条的院子啊。而且看他们这个房顶都是往一边倾斜的，另一边没有的啊，就是单边的这个坡面屋顶。这样做的用意就是下雨的时候啊，这个雨水可以流到自己家院子里去，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啊，也叫泗水归塘。因为山西这边是干旱缺水的地方嘛。好的，马家大院就参观到这里了。乔致庸的老丈人家啊，